我想让你也来参加兴国社，谋个正经的差事，干些正经的行当。你怎么？我的亲兄弟，我的好小然，你让我多活2年吧，我求求你了，别把我往你那什么社里拉，什么兴国呀！我还劝你，就你那踌躇满志啊，收着点儿。你那大展拳脚的，你的动作也小点儿啊。有事没事你都想想，你是有爹有娘的人，别带着一家的人在这儿兴国，兴到最后兴成了败家。你给我住嘴！我已经忍了你半天了，你还有完没完呢？你不就是要换身衣服吗？赶紧换衣服走人呐！这儿有人待见你啊，那是因为打断骨头连着筋，他没辙。我可不同，咱们是两性旁人，互不牵扯。你以后啊，爱怎么吃喝嫖赌、花天酒地、坑蒙拐骗，那是你自己的事儿。哼，谁让他上梁不正下梁歪？他毛驴配吗？他配出个骡子来。合议蓝本共以下几条：一、戕害得使一事，由中国派亲王专使往德谢罪，并于被害处树立名碑。二、严惩祸首，其戕害凌虐各国人民之城镇，5年内停止科考。三、戕害日本书记生事，需用优容之典以谢日本政府。四、于污渎发掘各国人民坟墓之处建立节碑。五、军火及专为制造军火之材料不准运入中国。六、赔补外人及为外人指使之华人身家财产所受损失。七、各国驻兵护卫使馆。八、北京至海边需留出畅行通道，大沽炮台一律削平。九、由各国别念了，这些洋鬼子一点都不给咱们大清朝面子。说吧，这回又要咱们赔多少钱？他们洋人共计索要赔款4万5千万两。什么？4万5千万两？咱们大清朝1年的财物才9000万两，这4万5千万两他们是怎么算出来的？洋人说4万5千万中国人人均1两，以示惩戒。放屁！是。不但如此，洋人还拟出了承办名单，共设我大清上下官员130余人，其中还提出了一些定斩不赦之人，分别是载仪、载勋、载濂、载澜、载莹、溥敬、英年、刚毅、赵书翘。这头一个就是载一，难道他们不知道他是大阿哥的亲生父亲吗？这后头的一大串全是跟着哀家的老臣，叫哀家怎么下得了手啊？老佛爷，这名单上还有一人，洋人视为祸首，其实在这几人之上。谁呀？是，臣不敢说。难不成是哀家？老佛爷，这是洋人愚昧呀！微臣想，有荣禄、李鸿章大人在北京斡旋，此事定可再商量。商量？还有什么好商量的？那些人杀了也好，当初主张和八国联军宣战的也就是他们，搞到今天这个局势。王文韶，立刻电会荣禄，叫他指挥李鸿章，告诉那些洋人，那个名单里头不管有谁，就是不能有哀家，其他的都好谈。微臣遵旨，微臣遵旨。不过洋人又提出了一条。他们还要干什么？他们说，若要正式和谈，须得两宫回京，要万岁爷亲自接见各国使团，
由万岁爷亲自主持和谈。啊！要两宫回京，要皇上亲自主持议和的事儿，那就是要哀家还政了。哼，做梦！告诉那些洋人，大清朝就是哀家，哀家就是大清朝，没有哀家就没有光绪。要哀家还政，想都别想。是，老佛爷所言极是。行了，下去吧。这给荣大人的电文，告诉荣禄，只要那名单上没有哀家的名字，只要不让哀家还政，那些洋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。微臣谨遵老佛爷懿旨，微臣这就去办。微臣告退。老佛爷，卢勇求见。宣，这王大人，王大人。老佛爷，你要是有脾气，就朝奴才们撒火呀！你瞧啊，这幸亏伤得不深呐，这要是将来留了个疤，可怎么得了啊？奴才侍候主子这么多年，半路上把主子侍候的身上落下了个疤了，奴才这些年的苦劳，不是全给抹了吗？老佛爷，哀家自个儿划的口子，干你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怎么不干奴才的事儿啊？这口子划在了老佛爷的手腕上，那就等于划在了奴才的心口上啊！所谓各司其职，奴才是侍候主子的奴才，主子是奴才侍候的主子。主子身上落了伤，甭管干不干奴才的事儿，那全干奴才的事儿啊！老佛爷，行了，你也学会哀家拿事儿说事儿了。韩宇轩那儿没有任何动静吗？啊，回老佛爷，正是。据韩宇轩身边的赵师爷来报，那韩宇轩果然已中了咱们的连环之计，正一门心思盘算着去京城做他的首辅大臣呢。哎，今天的曲目是3滴血啊！哎，快来看啊！买票了！今天上映是3滴血，哎，快来买票啊！哎，3滴血。哟，韩大人呐，您可好久没来听咱们反牡丹的戏了。今儿您倒是悠闲，我这就给您通报去，让他们赶紧把雅座给您收拾出来。哎，不，我今天就想在底下听一听牡丹唱的戏。哦，行，那您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哼，韩宇轩这人还真行啊，居然还当真了。不过，韩宇轩何等聪明，难道就毫无怀疑吗？老佛爷，您要他去京城参加和谈，可谓是投其所好。此刻那韩宇轩恐怕已是头脑发热，全然忘乎所以了吧？这人呐，想要做大事，就千万不能有小辫子；有小辫子呢，就千万得藏好了。这韩宇轩的小辫子，不是贪，也不是他闺女，终究是个文人呐，脱离不了那个酸气。总想一翻身就来个千古留名，哼，这也是你们汉官的通病啊！老佛爷，您这句话可谓点到了汉臣的节骨眼上了。看来陈家乐对寻情宝这件事知道了不少，那以后咱们就在陈家乐身上下功夫。
气壮的样子。韩大人，您这是……好好，今天呢，老夫闲暇无事，过来看看牡丹。董老板，你是不是能让我和牡丹姑娘单独的聊会儿天呢？哎呀，不会有事的，我绝对不会惹她生气。有事我喊你就是了。大姐，你先出去吧，没事了。哦，董老板，牡丹这些年蒙你关照，今后还要您多多担待，多多照应啊！哎，韩大人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早就该说了，今天说都晚了。我是觉得您太客气了。那好吧，我就先出去了，你们慢慢聊，慢慢聊。老爷，韩府的赵师爷在后门候着呢，您看。知道了。走。爹，江湖救急啊！爹。思亲呐，我真觉得这些年来我是对不起你呀。韩大人，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。其实这些年来未承蒙您的关照，要不然怎么会有秦腔头牌白牡丹这个名号？怎么会有我的今天呢？我知道你是不在乎这个的。女人多重情，尤其思亲你。要是能厮守在你心爱的人身边，你是绝对不在乎这白牡丹的名号。其实这些年来，老夫想起自己的所作所为，口口声声我说我是要得到你，是发乎于心，发乎于情，就是我这点儿私心呐，却平添了你的那么多的痛苦。哎呀，老夫真是觉得对不住你呀。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。不，你让我提吧，就让我提这一回还不行吗？总是要说清楚，总要有了断。老夫都是快要走的人了，你就叫我再自私这一回，让我走得也安心呢。韩大人，听你这些话，我感到很不安。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哎呀，你误会了我呀。老夫非但没有出什么事，而且是升官发财呀，指日可待。太后已下了口谕，封老夫为和谈之臣，位列3公9卿之首，何来不妥呀？陈员外，你去把风。你找我是为了韩宇轩吧？陈员外，我实在是没法再跟着韩宇轩这个老东西了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指太后要封他所谓的首辅大臣之事啊？他说的就是啊，明眼人谁看不出来，这是太后虚晃一枪啊！可他韩宇轩功名利禄放在眼前，就彻底的昏了头了他也不想想，
首辅大臣，轮得到他吗？陈员外，我今天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此时此刻，自保可比什么都重要。虽说这些年你与韩宇轩交情匪浅，情谊深厚，可您也是拖家带口，有那么大家业的人，可千万别一时糊涂葬送了自己，也葬送了您的一家老小啊，陈员外。我说老赵，你对我和韩宇轩跟太后周旋之事，你可了解得够清楚的。不过有些事儿，韩宇轩还是向我透露了一些，更何况我也不是傻子，看也能看出一些的。陈员外，我今天前来是看在你我多年交情的份上，虽说比不上您和韩宇轩，但也绝不忍心看您抱着韩宇轩一起跳入火坑。这番苦心，陈员外你可千万别啊！明白，老夫完全明白。你对老夫的关照也不是一次两次了，尤其对然儿的事，上次你出了大力。这次韩宇轩他是老糊涂了，自投罗网，那他是自个儿活够了。我跟他不一样，你说的对，我这拖家带小啊，我不能做他的陪葬。哎呀，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想啊，如今要想全身而退，难呐。这事儿怎么办呢？这事儿，原来陈员外早有此意，您果然想明白了。想是想明白了，这事儿该怎么做，思来想去无计可施啊。老夫正为这事儿烦恼呢。既如此，陈员外，在下倒有一计，不过只是个建议，是我的一己之言。员外愿听便听了，愿不愿意照我说的去做，那就是您自己的事儿了。哎呀，老赵，你这太见外了吧？有话直说。陈员外，我看这事儿应该这样。既然韩大人又要大展宏图，这么不见欣喜之色，倒是满面愁容，一脸悲戚呀。思琴呐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你卸妆吗？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哎呀，几年过去了，你还是和过去一样。这真是尽夸天下无双艳，独占人间第一香啊！韩大人，您这话说得太过了。不，你在我心中就是这样。我韩宇轩，如果这颗心还有一点人味儿的话，那这个地方就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我女儿素云，另一个就是思琴你呀。韩大人，您这是……以后我保护不了你了，思琴，凡事你都要12万分的小心呐。韩大人，您说的这些，思琴心里都明白，也很感激。您明知道思琴的身份和来历，却都不曾揭穿，还一直保护着我，让我们三清班这么多年跟官府都相安无事。思琴，谢谢大人了。不，快起来！思琴呐，为你做的一切，我心甘情愿，死而无憾。大人，您……思琴，我知道我这么说可能无济于事，但我还是要说，你能不能试着放弃仇恨呢？灭门之仇不可不报，
三清班剩下这么多人的血海深仇，又怎么能放弃呢？要是这样，可就是死路一条啊！你真要这么做，可就是凶多吉少，有去无回呀！你再想和陈然重修旧好，破镜重圆，就没有希望了呀。韩大人，这些年您该对我了解了。我对陈然只有恨意满腔，绝不可能破镜重圆。思琴，如今老夫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这些年，与其说素云把你当作亲姐姐，不如说她把你当作慈母一般。思琴，素云这孩子，老夫知道，她是长大了呀。今后她要真是碰上了什么心上人，思琴呐，我求你好好的成全他们。韩大人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您放心，无论是谁，只要素云看上的，只要她爱，只要那个人是好人，真如韩大人所说，素云没了您这个当爹的，我就是她唯一的亲人，我绝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。好，思琴呐，我知道你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，是个言必行，行必果的人，这样老夫就放心了，我死而无憾了。就算是到了九泉之下，见到他的娘，我就可以含笑以对了。韩大人，对了，老夫要是有什么不测的话，你可别忘了告诉素云，把老夫的灵位放到卧龙寺给他娘设的灵堂里，和他娘放在一起。切记呀！韩大人，您今天到底是怎么了？竟说些莫名其妙的话。有什么事您说出来，也许我能帮您拿主意。您不要这样。没什么。思琴呐，就算有什么，也不是你能解决得了的。对了，我想再问你一句，我这么多年来对你可有一点点的心动啊？这个，韩大人对思琴的一番心意，正是让思琴感动不已。感动，就只有感动吗？还有，韩大人对思琴多年的照顾，也让思琴感激不已。感激，感动，就没有别的了。你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。思琴呐，我今日给你带来一把骨牌箫。哎呀，这把箫啊，大有来头。它叫鹤唳箫，
传说当年孟姜女哭长城的时候，就曾用它吹过一曲断肠曲，起因悲切，还魂九转。我今儿个别出心裁，拿它来给你伴奏。来来来，你不是最喜欢那首《再等你100年》吗？就让我给你伴奏一次，就唱这一曲，一曲还不行吗？老夫此生心愿得偿，死而无憾呐！大人您今天到底怎么了？就唱这一曲都不行吗？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你我皆是伤心之人，你就算是为自己唱一曲吧。好，韩大人，你说的对，你我皆是伤心人，那就烦劳大人了。像甜蜜的许，情这一切，我情愿为爱失眠。蓦然回首，灯火阑珊，怎么看不见昨日红颜？宾馆里歌。是春风吹不散两颗尘埃，漫漫来路相逢何处？怎能忘记那许下的誓言？我爱你100年，哪怕是过眼云烟。你来干什么？啊，我来看你。你不是入了苍蝇帮，做大事去了吗？来看我干什么？思琪，你别这么说呀。怎么说？我该怎么说？你刚才又在思念彭儿了吧？见你如此伤心，让人见了真的很心疼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大家都不希望你伤心落泪，都希望你天天开心的笑。既然你那么思念彭儿，你有没有想过？想过什么？嫁人呐，嫁一个真心爱你的男人，生几个
像鹏儿一样可爱的孩子。家人，这对我来说够遥远的。你突然回来，不只是为了来看我吧？啊，确实是有些事情要做。最近宫里那头和陈寒两家那头似乎都要有大动作，市里派我回来摸底。思琴，我能藏身在三清班吗？我说过，三清班不想与你们苍蝇帮有什么瓜葛。思琴，难道我加入了苍蝇帮，你就连个容身之地都不给我了吗？那好吧，三清班可以随你来去自由，不过你记住，千万别把我们三清班拖下水。苍蝇帮不能干涉你们三清班，可是作为朋友，我就不能关心你吗？你这话从何说起？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吗？一点也看不出来。其实我好了，我有点累了，想休息了，找长妈帮你安排一下。哎，思琴，你为什么要扯开话题？为什么要逃避？这些话我一直不敢告诉你。我就是很喜欢你。自从你救了我，自从我跟了你那天起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思琴，你听我说完，让我把压在心里的话，不敢说出来的都说出来。你知道吗？当我第一眼看见你，我就喜欢你了。每当我看到你哭的时候，我的心就好像刀剜一样，想帮你又帮不上，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你，只好在一旁默默地看着你痛苦。那个时候我就想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，一定不让你受任何伤害。你知道吗？我就想看见你笑，你一笑，仿佛世界都变了颜色。那个时候我就想，无论如何我都让你快乐，让你的笑容永远都不会消失。真的，思琴，忘记过去好吗？让我好好照顾你，我们一起快快乐乐地过日子。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，一定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。相信我，我一定能做到的。同样的话，曾几何时也有人对我说过，当时也曾让我感动莫名，可后来呢？竟然，我谢谢你对我这番深情，但是对不起，只怕你是错爱了。我的心已经死了，不会再接受任何其他了。心死了？因为谁？是陈然吗？你不要瞎猜。我没有猜错，那个人正是陈然。不管你们曾经发生过什么，不管陈然如何的伤透了你的心，可天下间并不是只有陈然一个男人，你为什么就不能把他给忘了呢？你为什么要活在他的阴影下如此不快乐？为什么不能走出来？为什么不能够接受我？最起码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来正视我自己。我绝对不会成为伤你心的那个人。没有这个必要，真的没有这个必要。我说过了，我的心已经死了。你还爱他？你还爱着陈然，是吗？我说过了，不要瞎猜。我没有猜错。如果你不爱他，你不在乎他，为什么一提起陈然，你的反应就如此剧烈？你为什么还在乎你的心是死是活呢？够了，我不想听你这些废话。我说过了，我不爱他，我不爱任何人，包括你。思琴，你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？你就不能试着接受我对你的感情吗？好了，别说没用的话了。不管是谁，我都不会再做他想。你死了这条心吧，这事以后不要再提起，否则三清班可就容不得你了。好吧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思琴，其实你的心并没有死，它只是被伤透了。一颗被伤透的心，最怕的还是被伤害。其实，在你伤痕累累的心里面，充满着爱，可是这份爱却不肯因为我而再开启。
可是我会等下去，一直等下去，直到有一天你完全接受我。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别弄坏了我的头发。哎呦，给你弄个头发，让老佛爷瞧着新鲜呢。哎，你瞅你吓成这个样子，相信我啦，本姑娘技术可是一流的啦，绝对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哎，小三儿，别乱动，让素云好好给你弄啊。平常啊，看这些洋人弄就觉得怪里怪气的，今儿个自个儿丫头弄，倒觉得挺新鲜的。哎呀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小心点儿！哎呀，老祖宗都有旨，真不要乱动了。老祖宗，这可是我的脑袋，你看看他，一看就是个2把刀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把我头弄坏了，我就跟你拼命。哎呀，叫你不要乱动就不要乱动了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再乱动的话，到时候头发烧坏了，可别怪我啊！你嫁不出去，不要怪我啊！哼！启禀老佛爷，端郡王求见。奴才给太后老佛爷请安，太后老佛爷金安。端王爷，最近怎么没看见大阿哥在宫里走动啊？哦，老佛爷，大阿哥这几天正在勤于读书，练习骑射，甚是用心呢。用心就好啊。启禀老佛爷，万岁爷求见。素云呐，你接着弄。不过你要记住了，这四格格可是咱们大清朝的门面，你要是把他脑袋弄坏了，哀家就把你脑袋剃光赔他。是，素云遵旨。老佛爷还没烫完呢。哎呀，叫你不要乱动，我又要重新弄一遍了。你看看你。儿臣叩见皇爸爸。太后，快起来吧。谢皇爸爸。皇太后。奴才叩见皇上。端郡王你也来了，凭什么？谢皇上。皇上，平日除了请安，甚少到哀家宫中来。今儿来有什么事儿吗？皇爸爸，今儿是真儿的生辰，儿臣想设个香堂祭奠祭奠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皇上要祭奠就祭奠吧，何必还特地跑来告诉哀家？哀家又不是祭祀的郎官，是不是啊？皇爸爸，您既然恩准了，那儿臣便去准备祭祀的事情，便不在这里打扰了。慢着，既然来了，就不能多坐一会儿吗？哀家这儿是阎王殿吗？从小到大，只要一到哀家的寝宫，你就恨不得立马就走。皇爸爸，您言重了，儿臣只是怕扰了您的清静。那儿臣就陪您坐一会儿，唠了家常。来啊，给端王爷看座。谢老佛爷。端王爷，咱们刚才聊到哪儿了？哦，回禀老佛爷，咱们刚才说到大阿哥近日来长进了不少，书也用心读了，在骑射方面也下了不少苦功。就说这弓吧，最近几天就长了2个肩的臂力。哦，那好啊。咱们大清朝历来的君王都得文武兼修，大阿哥如此用心，很好。端王爷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也是大阿哥的亲生父亲，大阿哥长进，你脸上也光彩，不是？哎，
这孩子虽然有点顽劣，但还算聪明。皇上，哀家要说句话，你可别不高兴。这大阿哥可比你小时候强得多哟。黄爸爸慧眼识人，从来就没有看走过眼。黄爸爸要是觉得他好，想必不会出什么大格。那倒也不尽然，哀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。就比如说，咱们那位死去的珍妃吧。那时候哀家已经把她打入冷宫了。在咱们出宫的时候，她居然为皇上跳了井，殉了节。这等贞烈，可是哀家万万没有想到的呀。黄爸爸所言甚是，连朕都没有想到珍妃竟然会去跳井。朕又没有驾崩，她殉了哪门子节？八国联军就算攻入我紫禁城，烧杀抢掠，有荣禄庆王爷等人期间周旋，洋人对我大清的妃子总不至于太过冒犯，何苦需要她殉节这么严重？平日珍妃也不是一个想不开的人，要不然2年冷宫，她早就寻了短见了。这回竟然是如此糊涂，实在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。一个妃子死了也就死了吧，算不得什么。皇上和哀家看走了眼，也算不得什么。只要在大是大非的事情上不要看走眼就行了。就说2年前吧，皇上一时糊涂，差点铸成大错。幸亏当时皇上一眼就相中了袁世凯，这才替皇上挽回了亡国之祸，也挽回了哀家的这条老命啊。所以这事儿啊，哀家一想起来就觉得，皇上用人，才真正称得上是精准2字啊！哎，皇上，万岁爷，万岁爷！哎呦，皇上，你这身子骨也未免太虚了点儿吧？啊，亏得哀家让你在瀛台静养了2年，哎呦，要不然这一路上颠沛流离的，你的身子骨怎么受得了啊？哎，你呀，老是心绪不宁的，也不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。这身为一国之君呐，不但要有博大的学问，还要有健康的身体。黄爸爸的教诲，儿臣铭记。端王爷，没事你就下去吧，啊，好好的看着大阿哥，知道吗？奴才遵旨，奴才告退。这小李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？哀家让他去找陈然，这一出宫就不晓得回来了。皇上，哀家看你在这儿也坐不住了，回去吧，回去好好的祭奠你的妃子去吧。啊，老佛爷，我把陈然找回来了。哎呀，我的老佛爷啊！哎呀，我这一进门啊，我就听见你抱怨我呢。哎呀，老佛爷，我可要报屈呀！这小子开那汽车满山遍野的跑啊，哪儿那么容易逮着啊？这不好不容易才找到他吗？哎呦，万岁爷您也在这儿，奴才给万岁爷请安了。李安达，请起。谢万岁爷。哎，草民陈然，叩见老佛爷，叩见皇上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，免礼了。谢老佛爷。黄爸爸，那儿臣就先告退了。去吧。陈然，坐吧。是。
哀家一直想宣你进宫说说话，可是最近哀家忙里忙外的，一直不得空。这会儿哀家叫小李子亲自宣你进宫，咱们好好的说说。头一回见面，你跟哀家说的那个人权论，哀家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呢。老佛爷，您过奖了。草民只不过是去西洋游历了几年，有些粗略的见识，实在不值得老佛爷如此称赞。恃宠不骄，倒是个好孩子。哦，对了，小李子说你开着汽车漫山遍野的跑，干什么呢？哦，回老佛爷，草民在勘探石油。石油？石油是个什么东西啊？石油那可是个好东西，它是我们用的煤，又经过了千万年的演变而变成的一种液体，它能加工出很多东西，比如说草民那台车里所使用的汽油。草民敢断言，石油这种原料将成为后世几百年除了电以外最主要的工业燃料。我想我们陕西储煤量十分丰富，那它一定蕴藏着更大量的石油。洋人现在到处在开发这种燃料，我想我们也应该早一点开发石油这种东西了。好，你倒是时时不忘你实业救国的理想。不过你这头一回到陕西来，你就用车子撞翻了人家的花轿，搅和了你亲兄弟的婚事，而且哀家还听说人家新娘子在新婚的头一夜，你还在翠华山跟那新娘子过夜，可有这事儿啊？可是哀家看你这孩子应该不会做出这种事来吧？难道你真的和那个新娘子有什么瓜葛？老佛爷，我想您是误会了。我跟韩素云算是青梅竹马，从小就认识。我看待素云就像看待妹妹一样。只不过素云和我大哥这门婚事是我父母亲包办，素云她一肚子委屈，所以跑来向我倾诉。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情，只不过没想到会闹出这么多的事情，难怪老佛爷也会因此而误会。真的毫无私情？毫无私情。想那素云丫头也是貌美如花，而且对西洋事物也颇为精通，你们两个可以算得上是惺惺相惜，志同道合呀。这么好的姑娘摆在你面前，毫不动心。素云她确实是一个聪明伶俐、惹人怜爱的女孩子，也确实崇尚西学，与在下的确是非常志同道合。不过在下对素云的喜爱完全出于兄妹之情，或者正是由于志同道合，而在男女之情上却毫无瓜葛。素云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真的毫无瓜葛？毫无瓜葛。你说的太干脆了吧？诚然绝无虚言。一丝半点都没有？一丝半点都没有。现在没有，难道将来不会？不会。你凭什么下此断言？诚然此生只爱一个女子，只娶一个女子，而那女子绝非韩素云。这么说，原来你早已心有所属了。不瞒老佛爷，正是如此。哪家的姑娘啊？往事已矣，不提也罢。老佛爷今日唤我来，一定有别的事吧？哀家有件事儿，一直百思不得其解，所以特地找你来，听你好好说说。老佛爷您请说，诚然定当知无不言。也没什么了，其实也还是你们陈韩两家这门婚事的事儿。据哀家了解，陈俊是庶出，跟你是同父异母的兄弟，而且在西安小有点名气，有个外号叫西安一等刁民，是吗？诚然大哥是有些荒唐，但是他以前并不是这样的。
我想，也许是这几年疏于管教，因此才会变成……哀家倒不是问你大哥荒唐不荒唐的事儿，其实，他的荒唐在新婚那天，哀家已经见识到了。哀家只是在想，这韩素云可是韩宇轩唯一的宝贝女儿啊，她为什么不把女儿嫁给你这个饱读诗书又留洋回来的人，而嫁给你那个荒唐的大哥呢？这，也许家父并不知道草民何时回国，两家又彼此通好，于是就定下了这门亲事。而且兄婚于帝前，那是天经地义。两家既然有了婚约，又互换了聘礼，当然就不能因为草民突然回国，也不能因为所谓嫡出庶出而毁约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吧。人之常情倒是人之常情，不过据哀家了解，这人之常情背后是另有隐情吧？老佛爷这话，陈然有些费解。陈然，韩宇轩不把女儿真正嫁给你的原因，是因为三秦班的头号花旦白牡丹，那个叫思琴的女子吧？5年前，你想娶思琴为妻，可是家里不允许。韩宇轩要纳思琴为妾，后来虽然哀家并不知道你为什么放弃了这段感情，可是你匆匆出国，韩宇轩也未能纳娶思琴。5年后的今天，你们这对情敌，自然是不可能联姻的。哀家说的是与不是啊？老佛爷，这是哪个在您面前嚼舌？这件事乃道听途说，并不足信。道听途说？道听途说的事可多着呢，就光是思琴、韩宇轩那段，就够让人嚼舌根的了。好端端的，人家编排你这个一走就是5年的杨秀才做什么呢？这个……后来哀家又听说，你走后半年，那思琴便产下一子。未满周岁，又被人掳走。唉，可怜呐！一个女人还没有嫁人就生了孩子，含辛茹苦地带着孩子，到了又让人给抢走了。这做娘的，心都要碎了。这么说，你有个5岁的儿子？是啊，那可怜的孩子若是还活着，今天正好5周岁。老佛爷，您别再说了。是听说思琴有个孩子，不过就算陈然再怎么想拥有这个孩子的话，一切都是枉然。对了，老佛爷，您找我来，该不会就是向我打听这些道听途说的事吧？素云，你怎么会在？喂，素云，四格格，喂，你们，老佛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哎呀，别这了，由他们去吧。哀家的话还没说完呢，坐，咱们接着说啊。是。二少爷，您可出来了？怎么去了这么半天啊？老佛爷找你什么事儿啊？好事。好事儿？那是升官啊，还是发财啊？你呀，
怎么满脑子不是升官呢，就是发财呀，庸俗。哎，老佛爷宣你又是好事儿，那除了升官发财还有什么呀？总不会赏个格格让你当驸马吧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！哎呦，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什么东西啊？你自己看。今任命留洋归国学者陈然创办新国社，着户部每月批银500两，用于新国社立社办学、组织探游队等相关事宜，不得有误。哎，二少爷，这是真的？难怪你那么高兴，这不是你一直梦寐以求的梦想吗？是啊，小莫子，你二少爷我终于可以大展宏图，得偿所愿了。你等着看吧，到时候啊，我一定要把新国社办得风风火火的，把我所学的用它个淋漓尽致。怎么样？坐稳了，咱们走吧。你好，能不能麻烦您通报一声鲁大人，就说我们3级班的白牡丹，和我等曼丽求见。啊，跟我来吧。好，谢谢啊。西安驿馆，卢勇不是住在里面吗？他们找卢勇干什么？对了，韩宇轩现在危机四伏，这棵大树眼看就要靠不住了。如今卢勇是大红人，他当然要为自己去铺路子了。哎，少爷，你怎么又开那么快啊？你慢点儿，慢点儿。进来吧。卢大人就在上头，我已经通禀了，你们自个儿上去吧。谢谢啊。大姐，我觉得不太合适。那卢勇对我早就垂涎3尺，咱们这不是主动送上门了吗？好了，思琴，你不用怕，这大白天的有我陪着呢。他好歹也是个当官的，在这个官办驿馆之内啊，住满了打京城赶来的大小官员，他还敢放肆不成啊？好了，思琴，你不用怕。这倒是，可咱们这样无缘无故的去找他，总觉得有点儿……哎呀，什么叫无缘无故啊？要想知道韩宇轩为什么那天会在你面前表现出一副行将就死的态度，不问问他，问谁去啊？再说，太后进西安已经这么长时间了，当初吵得沸沸扬扬的，说宣我们3级班进宫献议的，可如今半句宣召都没有，咱们呀也正好问问他，咱们心里啊也好有个底儿。这个呀叫一举两得嘛。哎呀，话是这么说，可罗勇这个人，我总觉得他……韩大人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李大人呐，你不在宫中禁卫，负责太后皇上的安全，你怎么……哎呦，韩大人，恭喜呀！恭喜！韩某喜从何来呀？您这还要保密吗？您能瞒得过他人，可瞒不过我呀。太后不是决定擢升你为军机处首辅大臣兼内阁大学士，这可是当朝的一品大员呐！您说这不是天大的喜事吗？的确，太后曾找老夫密谈了一次，曾有此口谕呀。哎，李大人呐，你的消息来的是非常的灵通啊！也非下官消息灵通啊，是太后知道你出任京官之前定要出城办事。这如今你我可是身系大清和谈之命运呐，这万一出了什么错，岂不辜负了太后的一番苦心？所以太后命我前来为您护卫。韩大人，从今时今刻起，我就寸步不离地守着您了。太后的口谕，李景忠，你要与韩宇轩韩大人同生共死，不得出半点纰漏。韩大人到哪儿，你就到哪儿；韩大人做什么，你就得寸步不离地守着。这哪怕是如厕就寝，也得寸步不离呀！哎呀，
太后对韩某如此厚爱，真让我是非常的感动啊。不过，我看是不必了吧？啊，老夫不过是出城去办一点私事，料想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呐。我看就不劳李大人陪我这么辛苦一趟了吧？下官皇命在身，职责所在。再说了，韩大人光明磊落呀，就算是办点私事儿，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吧？哎呀，太好了，好啊！哎呀，此去，老夫真要有什么不测的话，能和李大人做做伴儿，那黄泉路上也少了一些孤寂呀！啊！韩大人，好诙谐，好诙谐呀！奇了怪了，哼！你们问太后何时宣诏，不去问韩宇轩，倒来问我。嗨，罗大人，您不知道啊？最近啊，这韩宇轩也不知道怎么了，也不上我们戏园子来了。整天也不见个人影。哎，听说他到京城里当官去了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听说？呵呵，是韩大人自己跑去跟你们说的吧？啊？难怪这男人嘛，遇见这种喜事儿，自然要跑去他红颜知己那儿显摆显摆，那也是人之常情啊。那你们更应该去问他呀，问我干嘛？啊，嗨，鲁大人，您是不知道啊。这韩宇轩自从知道自己当官了，架子也大了，气也粗了，我们三金班呐，有些高攀不上了。这么说，他当官的事儿还是真的了？太后亲下的口谕，那还能有假？怎么，抱不成韩宇轩的大腿，就改来抱我的大腿？你们也太会见风使舵了吧！哼，别忘了，咱们这位韩大人还没离开西安呢。也不怕他找你们的晦气啊？陆大人，你误会了，我和大姐只是来问问太后何时宣诏，没想来巴结鲁大人，更谈不上什么抱大腿。哼，你们找太后宣诏登台献艺，不过是我卢勇一句话的事儿。不过我愿不愿意说这句话，要看我高不高兴。给太后她老人家听戏，当然可以是件好事，那老人家能不能听得尽兴，听得高兴，听得心中一解烦恼，这可是件大事儿，马虎不得。哟，我这么一听啊，听得高兴，听得尽兴，听得我能一解心中的烦恼，这明摆着好像说我们三金班似的。我们三金班走南闯北，去了那么多的地方，给那么多的人唱戏，这夸奖啊，还别说，真就是这么几句。哎呀，董班主，你还真会说俏皮话啊！是不是你说的那样？那也得卢某人我来验验货，才能下定论吧？啊，好，验，真金不怕火炼。您随时验，我们随时来演。我们三金班的名声啊，从来就不是吹出来的。哎，我卢勇验戏没那么麻烦，这戏嘛，无非就在那几个角儿身上。一般跑龙套的也我就不看了，我看呢就验白老板一个人就可以了啊。哼，成与不成，那就看白老板你活好不好了。鲁大人，你这话可不尽然。一出大戏，特别是要在太后面前呈现的大戏，无论是跑龙套的还是敲锣打鼓的，无论是穿戴还是行头，无论是文场还是武场，都不得怠慢，只验我一个人。鲁大人就不怕别的地方出纰漏吗？哎，不对，你们董班主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三秦班那可是数一数二、鼎鼎有名的戏班子。刚才说的那些问题，到现在还有问题的话，还给太后登什么台献什么艺啊？那些玩意儿，韩大人早就验过，出不了问题。但这旦角嘛，
我想这可马虎不得，马虎不得呀。董班主，你是戏班当家的，我卢某人说的有没有道理啊？没错没错，您说的的确是有理。那这样改天呢，请大人呢，您到我们戏园子里，让牡丹上台呢，给您唱一曲，您看如何呀？哎呀，公务繁忙，再说吧。再说，陆大人，您要再说到什么时候？哼，那就不好说了，看哪天有空吧。其实啊，你们也太不会变通了啊！去你们戏园子里听戏，说实话不是没可能，只是也我觉得麻烦，太浪费时间。那好，依鲁大人该如何去变通呢？简单。哎呀，卢某每天有很多应酬啊，当官的、经商的、京城里来的，烦不胜烦呐。哪天我再有应酬的时候，找个琴师，牡丹呢，你往酒席边一坐，来上一曲。一呢，我也算验了戏了。二呢，为您鲁大人助助兴。三呢，可以充当席面上卖唱的，听高兴了，喝高兴了，还可以拉过来戏弄一番。鲁大人是这个意思吧？白老板，你还真是个聪明人，三言两语就把这意思给弄明白了。真对不起鲁大人，你忘了件事，我白牡丹可是唱戏的，不是那酒楼妓院唱曲儿的。猫有猫路，鼠有鼠道。我白牡丹是个戏子，但并不想当婊子。哎呦，白老板，您这话说的就有点过了吧？从古至今，这婊子和戏子可都是安在一块儿讲。您就是再成了角儿，再成了腕儿，您也还是个戏子，也成不了金枝玉叶的大小姐。女人嘛，千万别沾个卖字，不论是卖身卖笑还是卖唱，只要沾了这个卖字，你就甭跟我提什么三贞九烈之类的东西。这听着到底是谁含着谁呢？我说鲁大人，我跟思琴不过是想问问太后何时宣我们三清班进宫献艺的事儿，无非是为咱们陕西，为咱们西安，为咱们秦腔露个脸争口气。可是您说的话夹枪带棒，要多难听有多难听，存心给咱们思琴难堪呐。鲁大人，我董曼丽倒想问问你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这还用我说出口吗？男人和女人不就那点意思吗？哦，那点意思还真不是个意思。陆大人，我告诉你，这些年达官贵人贝勒王爷，我们三清班走南闯北见得多了，想在我们思琪身上打主意的没有1800也有180了。你说我们什么样的人没见过，什么话没听过？就你这几句话，在我听来呀，它无非是新3篇老3篇，3篇就是那么1篇。既然您今儿个不给我们脸，我们三清班是个脚下长轮，哪儿都能扎下去的戏班子，不想在西安待，咱不待了。这天大地大，哪儿不能待呀？有鸡傍身，哪儿不能混口饭吃啊？你鲁大人可不一样，你只手遮天，也就遮着这小小的西安，就这么一小块犄角旮旯的地儿，你还能遮住大清朝的天吗？呵呵，不给太后唱，咱不唱了。说来说去，你不就是想把思琴给睡了吗？别看我是唱戏的，是个戏子，我照样可以告诉你，癞蛤蟆，你别想吃天鹅肉，癞蛤蟆。思琴，咱们走。哎呦，老爷，我就说嘛，咱们然儿啊，那是最有出息的了。是啊，您看。这可是太后老佛爷的任命书啊！哎，兴国社，哎呦，你看这名字起得多好啊！好，那可不是什么兴西安、兴陕西，那可是兴国呀！对，你看看这小小的一纸任命书，太后对于咱们然儿的宠爱是溢于言表啊！然儿，你可要争口气啊！好好干，好好干，为咱们陈家列祖列宗争口气。咱们陈家呢，这么多年是一直经商，这回终于出了个人物了。说起来，这个鬼子六还有李鸿章，
全是走这条路建功立业的。爹，然而其实没有想这么多，我只是想学以致用。如今得偿所愿，我一定会竭尽所能，不辜负爹和娘的一片苦心。好孩子，哎呀，好孩子，我的乖儿子，可总算该你扬眉吐气了。哎，老爷啊，看见没有？西安留洋归国学者，哎，学者，当官的有什么呀？经商的又有什么呀？哪儿比得上学者二字来的尊贵呀？哎，是不是啊？对呀，说的对呀。以后啊，我们然儿啊，2月里过春风，我五个哟，今儿都齐了，人都在这儿了啊！俊儿，大哥，嘘，我呀就是回来换身衣服，换完衣服我就走，哎，我就不碍着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聊大天了。哎，俊儿，你今天来的正好。然而这次啊，被老佛爷任命主建兴国社，而且还担任兴国社社长。哎呀，这对咱们陈家可是天大的喜事，无上的荣耀啊！老夫太高兴了。这么长时间咱们全家没聚在一起，好，今天晚上咱们大家在10为天好好吃上一顿。别介，我说爹，您要是真心请我吃饭，您就给我折兑成银子。我最近手气实在是不好啊，哎，不像我兄弟那命好啊，一不留神就弄了个社长当啊。哎呦，老爷，你听听，这说的都些什么话呀？大哥，我终于得偿所愿，可以有一番作为，难道你不为我开心吗？兴国社，兴的哪门的国呀？哎，咱这大清朝还用得着兴吗？哎，我这儿好有一笔，好比那得了肺痨晚期的患者快死了，给他开了斤枇杷膏，这除了点甜头，什么用也没有啊！能不能说话别把你老子气死啊你啊！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。哎呀，你这辈子是学不会了。我告诉你，就你这句话传出去，咱们陈家一门9族的性命全要毁在你手里。你说我怎么就……你怎么养出我这么个玩意儿来？爹，您能不能不见我一次就说我一次啊？哎，您烦不烦啊？您累不累呀？您换点新词儿成不成啊？大哥，你这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10几20几天不着家，着家一次就把爹气得吹胡子瞪眼。没招你，没惹你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哎，我今天开开心心的领了任命书，踌躇满志的要大展拳脚，老佛爷还特别的恩准我当兴国社的社长。我想让你也来参加兴国社，谋个正经的差事，干些正经的行当。你怎么……我的亲兄弟，我的好小然，你让我多活2年吧，我求求你了，别把我往你那什么社里拉，什么兴国呀，我还劝你，就你那踌躇满志啊，收着点儿，你那大展拳脚的，你的动作也小点儿啊。有事没事你都想想，你是有爹有娘的人，别带着一家的人在这儿兴国，兴到最后兴成了败家。你给我住嘴！我已经忍了你半天了，你还有完没完呢？你不就是要换身衣服吗？赶紧换衣服走人呐！这儿有人待见你啊，那是因为打断骨头连着筋，他没辙。我可不同，咱们是两性旁人，互不牵扯。你以后啊，爱怎么吃喝嫖赌，花天酒地，坑蒙拐骗，那是你自己的事儿。哼，谁让他上梁不正下梁歪？他毛驴配吗？他配出个骡子来。对呀，你说的不错，你也别在这碍着我们全家人开开心心的聊天，该干嘛干嘛去吧。哎呦，老太太，您说谁是驴，谁是马，谁又是骡子呀？哦，明白了，您说我那姚姐的妈是驴，我这员外的爹是马，那我这不成器的儿子不就是骡子吗？这说太好了，太对了，说的太有道理了。我说呢，我这小然兄弟怎么那么出类拔萃，天赋异禀，中不中，古不古，西不西，金不金的。哦，那母老虎配出来的东西嘛，那就是不一样啊。爹，您也是，您说您怎么是匹马呢？那您要是条龙，那我这兄弟不就成麒麟了吗？那我也能顺便沾沾光啊！您说这驴和龙配一块儿，怎么也能生出2根犄角来啊？再不行，长2根龙须子也行啊！哎呀，你说这哪来
来的缺德东西呀！老爷，你要是再不管，这家我可就没法待了。我王氏在你们陈家操家守业30年呢！啊，临了，他还指着鼻子骂我是母老虎！哎呀，我不活了！老闹今天大喜的日子，你给我闭嘴！我看你这活的不是挺有劲儿的吗？哎，那母老虎要是没劲儿了，谁有劲儿啊？别哭了啊！我呀，这就上账房领银子去，衣服也不换了，买身新的，立马消失。对了，你要把你爹气死是吧？你就不能好好跟我说句话？哎呀，我不活了！我算什么？我在这个家是个多余的，我怎么活呀？我不活了！不是你不活了！娘，够爹！虽说咱俩碰上这女人，那也是瞎眼骡子跛脚马，一对难兄难弟。可这烂摊子，你就自个儿收拾吧！啊，老骥伏枥嘛，马就是这命啊！老太太，我也劝你一句，甭整天死呀的，留着哪天赶天动了地，真给您应验了。哎呀，听听，都听见了吗？他巴不得我死啊！哎呦，陈家乐，我好歹也是你明媒正娶回来的老婆，怎么他就这么盼着我死啊？啊，这就是你的好儿子，这就是你和那个婊子生的儿子！够了，娘，我早就想说您了，您疼我，爱我。可是正因为如此，我对大哥他永远有着一份深深的愧疚。你不认大哥，难道他就不是爹的儿子了吗？难道他就不是我的亲兄弟了吗？他就不是我们陈家的骨血了吗？他是我的大哥，我们都姓陈，我们身上都流着我爹的血，就算是陌路人，也总该有份怜悯之心、友善之心吧。更何况我们是一家人呢。从小到大，您对大哥他可曾有过一份怜悯之心、友善之心呢？大哥他身上挨过您多少板子、多少鞭子？不管爹他和别的女人怎么样，可是大哥他始终是无辜的，为什么您总是要迁怒到大哥身上呢？您不准他叫娘，您不准他睡正房，甚至就连我为他偷偷藏起来的小点心，您毫不留情的一脚脚把他踩成烂泥。您今天说大哥的不是，为什么您总不想想，这些年来，大哥是如何被您逼成他今天这个样子的？爱屋及乌，就算您不能看在大哥他是爹的亲生骨肉份上，您也看在大哥是我的亲兄弟的份上，高抬贵手，好歹您也给我的大哥一点点为人母的关怀吧。您给不了，就因为当初夺走爹一部分感情的女人，这我可以理解。您始终是女人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当初离家时不能把我心里的话说出口的原因。您有您的痛苦，身为一个女人的痛苦，可是这些年来，爹够了，大哥够了，我也够了，您到底还要追讨到什么时候？谁不是爹生娘养的？谁不希望严父慈母？我知道我是幸福的，因为我从小就有爹的教导，有娘的疼爱。可是大哥呢？说句难听的话，因为你，就是因为你，死去亲娘的大哥，连他的爹也不像个爹，他这样和孤儿有什么不同？甚至比孤儿还可怜。孤儿他至少不用生活在夹缝之中，他不用每天战战兢兢，生怕哪个无情的耳光、无情的棍棒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劈头盖脸的打下来。娘，您不是一个冷血的人，您是怎么对我的？对我的疼爱，10几年如一日。我知道，我这辈子永远还不清娘对我的恩情。可是大哥呢？请你设身处地的为大哥想一想，如果今天我跟大哥换一换，我从小就在这陈家，
过着这样的生活，您不心疼吗？我走到哪里，别人都说我是婊子养的贱种，而我的爹也不能保护我，甚至连回骂也不敢。我只能听着，忍着，受着。这样您难道不心疼吗？娘，一个娘子比天大，为什么我的娘就不能想想别人的孩子也是娘生的？大哥走到今天，他能不这样吗？至少他还认这个家，他还叫爹一声爹，叫我一声小人，就不错了。他也是有血有肉，心也是软的。他不能去吃喝嫖赌，来麻醉自己。他不用游手好闲，来宣告命运对他的不公。他能怎么办？他还能怎么办？娘，您心就不能软一下吗？在我口口声声喊着娘啊娘啊这样叫着您的时候，你也想想，世界上还有个孩子，他心里也在哭喊着娘啊！包子，热乎包子，来，大姐来一个吧，啊！来包子，拿着包子。是你啊！放心吧，这回不会开车逼你去撞什么东西了，只想和你谈谈。谈谈，好啊，我带你去个安静的地方。进来吧。不好意思，这里我也是刚接手的，不知道这么乱，连个座位都没有。不用麻烦了，就在这说吧。哦，你要跟我说什么？这个，哎，静仁兄，你该不会想打我那汽车的主意，搞什么暗杀行动吧？陈然兄，靖人已非当日的靖人，再也不会做什么鲁莽之事。这次我找你来，并不是为了复仇之事，是想向你打听一件事。一件事？什么事啊？一件陈年旧事。靖仁兄，你究竟想跟我打听什么事？在和你打听这件陈年旧事之前，在下先给你讲个故事。这个故事说起来，要追溯到18年以前。当时西安有一大户人家，那家主人姓白，叫白伯渊。这事我也听说了，不过我当时年纪还小，只是听老人们偶尔说起。不过我不知道当时白家还幸存一女。那是当然，当时陈然兄也只不过是5、6岁吧。我今天来要和陈然兄打听的事情，却和这位白小姐有关。和白小姐有关？我对那白小姐一无所知，毫无关系啊。看来你对这位白小姐的身世确实一无所知。但是说毫无关系，那可大错特错了。后来这位白小姐沦落到一个戏班子，10几年过去了，却出落得亭亭玉立。后来遇上了一位富家公子，竟与那公子产生了情愫。可不幸的是，正是因为她的花容月貌，也被一位陕西要员看上了。期间不知是何缘故，那位公子竟一走了之，出国留洋去了。而那位小姐也未嫁入豪门，反而成了陕西秦腔界数1数2的当家花旦。可是5年后，公子回国。你想说的是，思琴就是白家之后白伯渊的女儿？这件事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，我今天就是想知道，5年前你们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要你离家抛下了思琴，也就是那个白牡丹。5年后的今天，你们俩为什么要形同陌路？为什么思琴提起你的时候，总是那样充满了怨恨呢？你们俩还有那个韩宇轩，在5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？5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还有，我都不知道思琴的身世，你又是怎么知道的？再说，
你凭什么管我和思琴之间5年前发生了什么？哼，听你的口气，感觉你对思琴还是呵护备至啊？难道说你们两个是旧相识？莫非敬仁兄跟巡抚韩大人一样，看上了貌美动人的白牡丹？我和思琴并无渊源，但是当日从西安城外，我从你车上跌落后，却是思琴相救。原来当日救你的白衣女子就是思琴。正是。不过有句话你说对了，我是看上她了。我不但看上她了，更想与她同甘共苦，生死相随。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，承受着同样的痛苦，所以我才来找你陈然兄。我就是想问一下，究竟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为什么你给思琴带来了那么大的痛苦？你会成为思琴心中解不开的那个死结，你更会成为我靠近思琴最大的一个障碍。凭着我对思琴的这颗心，我想我有权利来问你一下，5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哼，这白牡丹果然是有一些手段，她的泉下之臣又多了一个敬人。都是你这样说思琴。哼，我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思琴会对韩宇轩那个样子？5年前是那个样子，5年后我回来听到的看到的还是那样。我开始还觉得她不像是一个贪图物欲的女人，可是我没有想到她竟然是这么一个机关算尽的女人。哼，我倒是还要感谢你啊，敬仁兄，谢谢你告诉我思琴的身世，要不然我心中的疑惑恐怕永远都解不开了。我现在终于弄清楚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在思琴的眼中，复仇比感情重要，当然巴结那个韩宇轩要比嫁给我陈然更重要。5年后的陈然跟5年前的陈然一样，在他的心中一样是不能分享伤痛，一样是不能替他遮风挡雨，当然也不是一个可以替他化解仇恨、替他报仇的人。陈然，请你不要再说思琴，思琴对你一往情深，连傻子都看得出来。我不相信他为了复仇去巴结韩宇轩。5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那5年后你跟思琴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你今天在这里质问我？哼，也许他5年前跟韩宇轩发生了什么，今天也就跟你发生了什么吧。我和思琴什么也没发生过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一厢情愿的。我看着思琴为你痛苦，为你难受，我就于心不忍。什么叫5年前他跟韩宇轩发生过什么，今天就跟我发生过什么？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原来你陈然就是一个不分青红皂白就想当然的人。我看我也不用知道5年前发生什么了，就凭你现在的态度，我也明白了。哼，一厢情愿。我听说当初韩宇轩也是一厢情愿。戏子就是戏子，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敬仁兄弟，我也劝你一句，我们别管5年前发生了什么，5年后的今天，千万不要被那些貌美动人，实际上却步步为营的女人给迷惑了。你好，陈然，我谢谢你今天告诉我你的答案，一个很重要的答案，就是你不配，你不配拥有思琴这样的女人，你不配得到思琴的原谅。我今天来，是希望能够问清楚5年前所发生的事情，看一看你和思琴之间到底有什么误会，甚至还抱着能撮合你们的态度。我真是太天真了，你根本就是一个尸骨不化的笨蛋。那好，那就别怪我了，我会用我的力量去保护他，去善待他，让他忘记你对他的那些伤害。告辞。你凭什么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大姐，韩宇轩这次看来真的是凶多吉少了。对呀，要是那韩宇轩真的被太后封了什么大官，那以卢勇的钻营和势力，他今天呢怎敢在你面前露出这副嘴脸？不过啊，说句对不起素云的话，我还真是盼着韩宇轩早点完蛋。你说他要是不完蛋的话，咱们何年马月才能有所行动啊？这下好了，这日子啊总算盼到头了。可是大姐，有件事我想不明白。今天你虽然把卢勇骂个痛快，可我总觉得有点太鲁莽了。得罪了卢勇，别说进宫，还能否在西安唱戏都两说。我今天呢，实在受不了卢勇那个王八蛋嘴里不干不净的样子。大姐，令还一直在劝我
要以大局为重。可您这脾气一上来，比我还搂不住。其实啊，我今天也是故意的。我之前没跟你打招呼，是怕你的脸上会露出来，到时候这出戏演的就不像了。其实实话告诉你吧，罗勇明天就要上任代理巡抚了。这么一来，咱们不就……这么一来呀，我敢打保票，明天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抄了我们三亲班。这下我更不明白了，您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其实啊，还有一件事你不知道。你那高帽头有失踪了的素云妹妹，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吗？怎么，大姐你知道？我这2天一直在找她，不知为什么她好几天不露面，我还怕她出事呢。告诉你吧，现在素云可了不得了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稀里糊涂的居然跑到宫里去了。如今啊，深得太后的喜爱，比起那4格格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。是吗？可是这和你存心得罪罗勇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傻丫头，你平日里不是挺聪明的吗？这你就想不明白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原来你这是破釜沉舟，以退为进呢。哎呀，鲁大人，您可来了！小的们在这儿恭候您多时了。来，快来拜见巡抚鲁大人，参见巡抚大人。起来吧。谢巡抚大人。赵师爷，这样不太好吧？鲁某如今只是一个代巡抚，今后的事儿还要看朝廷的安排。这么快就这样，恐怕不太好吧？巡抚大人，这有什么不好的？谁不知道您如今是太后身边的大红人啊！再说了，这代巡抚和巡抚之间不过是走一个程序，相信呢用不了多久，这袋子很快就没了。再说了，兄弟们叫巡抚大人就叫习惯了，谁还喜欢在前头再加个袋子不是啊？那既然赵师爷这么说，鲁某就虚受了。巡抚大人，咱别在这儿站着了，里边请吧。不是我说的韩大人的坏话呀，他留下的公文那可是堆积如山呐，要不是您来了，那兄弟们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请。对了，本官怀疑这三亲班窝藏复兴党徒，传我令下去，立刻查抄三亲班，一班班众全部缉拿归案。你堵住后门，其他人跟我进去，都给我听好了，巡抚大人有令，一个也不许漏网，将他们带回巡抚大牢。走，好，走，快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怎么都办上了？要开戏是怎么着啊？董老板，白老板，对不起了。新任巡抚有令，怀疑三亲班内窝藏复兴党徒，意图不轨，特命我等前来，将尔等缉拿归案，封戏班，抄戏院。我说话你听见了吗你？难道你们还敢拒捕不成了？你有毛病吧你？你站在这里哇啦哇啦喊那么大声干嘛呀？戏班子我帮你封了，戏园子爱抄就赶紧抄。这人我帮你聚齐了，扮相也给你扮上了。哼，不就抓我们下的大牢吗？兄弟姐妹都等了半天了，赶紧吧！你站在这里别拿着鸡毛当令箭，瞎耽误事儿。来呀，都给我带走！董老板，你们这是干嘛去啊？打扮成这个样子新任的巡抚大人鲁大人说我们三亲班是复兴党，要把我们三亲班的人呐都抓到大牢里去啊！
刘勇这个王八蛋，他给我唱的是哪出啊？老子今天刚说要看个三秦班的戏，全让他给我搅黄了。戏没看成，活活看了一出大押解，真他娘的扫兴！走。巡抚大人，陈家乐求见。姥姥的，他可来了。带堂入内堂说话。是。哟，陆大人，嘿嘿嘿，哎呀，听说您荣升巡抚了，陈某一直没什么好孝顺的。哎呀，这一看手下这些差人都是前任韩玉轩的差人呢。难免有些不听使唤吧，陆大人也少不得要费些银两，请他们吃吃喝喝，联络联络感情。那么这些银子就让陈某人来付吧，就算陈某为了咱们巡抚衙门尽点绵薄之力。嘿嘿嘿，哎呀，我说陈员外啊，咱们这西安最好的官家菜馆十威天一桌水陆全席也不过几十两银子，您这一沓银票啊，够我这巡抚全体的差官哦不，还得加上那牢里的犯人吃1年的，大手笔，大手笔啊啊！哪里嘛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哎呀，不过我想呢，您这次来找我，不单是送这点酒水银子吧？啊，我和你的关系不必走这个虚的啊。我呢，也不受你这套虚礼。哎呀呀，上次你老小子害我，让我从3品降到了5品，这次你又想搞什么花招？别再搞我一个品外品！哎呦，陆大人，您看您说哪儿去了？哎呀，官场中事如同商场中事，那没有永远的敌人，也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哎呀，您看您上次为了升官发财，那要舍我一家老小啊！我为了保住我的一家老小，我只得挡住您的生财之路啊！不过这次和上次不一样啊！哦，说说有什么不一样啊？您现在已经荣升了巡抚大人了。我那是个代巡抚。哎，飞爷，您别看我不是官府中人，但是我对这个代字啊是了解的很呐。这个前面加一个代字，那就是取其避重就轻的意思啊。陈年旧账归前任，迎刃而解归代人。那么到时候把这个代字顺理成章这么一取，剩下的不就是继往开来了吗？这么说，员外是要助我迎刃而解喽？哎呀，我是个商人呐，那迎刃而解就是多投银两，重要的是继往开来，那才是下金蛋的鸡呢。陈员外，那韩宇轩给你做了这么多年会下金蛋的鸡，你说不要就不要了。我是看明白了，你们这些商人呢，个个都是重利轻情义。哎呀，飞爷，这商人重利没错，轻情义未必啊。我们商人不过是把情义2字啊估了价。您说我跟韩宇轩20-30年的交情重呢，还是我们陈家一家老小的性命重？孰轻孰重，我还没犯糊涂嘛。哎，这话我可听不明白了。那韩宇轩眼看着就要升官了，你陈员外可以揪着龙尾巴上天呢。瞧您这话说的。哎呦，陆大人，您看我把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，您就别跟我打太极了。那韩宇轩现在是苟延残喘，他的小命在翻掌之间呐。什么升官啊，什么首府大臣，那等待他的不是顶戴花翎，而是那监狱的枷锁呀。什么？这话我就更不明白了。
您心知肚明啊。嘿，不光您心知肚明，我也心知肚明啊。那老佛爷就更心知肚明了。现在最头脑发热、不知好歹的就是韩宇轩那个东西。哦，所以你才改换门庭，找上了我。我可不是给你下金蛋的那只鸡，小心你偷鸡不成，搭上你这颗脑袋。请订阅频道，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